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。人有千面，腳有多種。你有注意過自己的腳相嗎？其實從一個人的腳相也是可以判斷出一個人的天賦、性格和成就高低的。那從腳相來看，什麼是千金腳、萬金命？什麼是貧賤腳、奔波命呢？今天大佬就為大家介紹一下，看一下你屬於哪一種。一、從腳型來看，一、羅馬腳。羅馬腳屬於一種最常見的腳型。這種腳的重要特徵便是大腳趾、二腳趾和中腳趾幾乎平平齊，長短都差不多，沒有明顯特別長的腳趾。這種腳相的人大多內心非常善良，做事也比較勤勞和實在。如果腳趾總體長得都比較長的話，這種人際交往能力強，人脈廣。如果腳趾普遍較短，則性情較為保守，但做事特別的實在，很能幹，性格外向，非常的有魅力，有着很好的經商天賦。平時的話，適合穿一些圓頭或方頭的鞋子。二、方形腳。所謂的方形腳指的是五根腳趾的長短幾乎相同，看上去平齊而方正。這種腳在相學中也稱為農民腳。當然，這個意思肯定不是說這種人是農民的意思，意思是說這種人身上具有很多農民的優秀品質。這種腳型的人大多數是屬於冷靜而理智，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。做事也是腳踏實地，就像種莊稼一樣，做事很有規則，清楚地知道什麼時間自己該去做什麼事情，非常的踏實靠譜，容易贏得周圍人的信賴和尊重，在事業上也容易取得不錯的成就。三、希臘腳。所謂的希臘腳在相學中稱之為火焰足。火焰的重要特徵便是火苗的正中部位較為尖高，而這種腳相的重要特徵便是二腳趾比大腳趾更長。這種腳相的人大多非常有熱氣，做事積極。如果腳型偏瘦的話，這種人大多比較自我，虛榮心也非常強，做事非常的任性，沒有責任心，晚年容易孤苦無依。若是腳型豐滿軟潤，且腳掌紋路清晰出眾的話，這種人一般頭腦非常精明，做事懂得創新和變通，特別善於利用自身的長處，容易得到朋友和貴人的相助，財富運較好，一生富足。四、埃及腳。而所謂的埃及腳，其重要特徵便是大拇指最長，從二腳趾開始呈依次遞減的狀態。長有這種腳相的人一般心思較重，注意保守自己的隱私。如果腳趾長得較為短粗的話，這種人對自我情緒的管控能力比較差，情緒非常的不穩定，做事容易衝動，容易在大事上犯糊塗，在小事上則比較霸道。若是腳趾長得細長的話，這種人一般很有素養和才華，表達能力比較強，善於表現自己，而且很有自己的態度和主見，對生活的品味較高，個性魅力非常強。二、從腳趾來看。一、腳趾光滑整潔。在相學當中，若是一個人的腳趾長得光滑整潔，上面也沒有雜紋與橫紋等，則說明他們的身體體質非常的不錯。而且這樣的人人際交往能力比較強，心胸寬廣，自己也會擁有自己的事業和金錢財富等，日後必定會得到一番更好的發展，一輩子都能夠過得順順利利。二、腳趾細長有力。一個人的腳趾長得細長有力，看起來腳相端正，而通常的情況下，擁有這樣的腳相的人，無論是做什麼樣的事情都會積極進取，他們野心大，事業心強，凡事都會100%的努力，一旦決定的事情就不會給自己留下遺憾，所以注定這樣的人在事業上可以穩定的上升，而且他們的財運比較旺盛，就算是發再大的財，也是他們應該得到的。三、腳趾緊密。在相學當中，若是一個人的腳趾長得過於緊密整齊，中間也沒有明顯的縫隙，則一般的情況下，這樣的人聚財的能力比較強，看錢看得非常的重，但是為人過於小氣，但是他們不會缺錢花，屬於有錢沒錢都能把日子過得非常好的人。但若是腳趾的縫隙長得過大，而且腳趾比較短，則這樣的人花錢也注定會是大手大腳之人，注定聚不住啥大錢，天生就是勞碌命。四、腳趾尖薄。如果一個人的腳趾長得圓潤且比較長的話，這種人一般意志力堅定，事業發展較好，會有一個美好的前程，一生福祿旺盛，生活富裕。而若是腳趾長得尖薄的話，這種人大多一生辛勞，但是容易多敗少成，諸事不順，事業和生活比較的坎坷。
聚財能力比較差，一生漂泊不穩定，一輩子辛勞卻難有大的突破，一直為錢發愁。5. 大虎拐。所謂大虎拐指的是大腳趾旁邊的那邊腳骨外向突出明顯，看上去就像一個虎拐一樣。長有此種腳相的女人大多內心非常的不安分，是不會滿足於在家中做一個賢妻良母的，對於外部世界充滿向往，容易經不住外界的誘惑，婚姻不夠穩定。男人有此腳相的話，性格比較的外向，做事也非常的積極努力，往往能夠成就一番事業，但是有克妻傾向。6. 腳趾短粗。如果一個人的腳趾較為短粗的話，看上去腳趾就會顯得瘦嘟嘟的。這種人大多非常的愛享受，比較注重生活的質量和品質，對於生活方式和飲食方面都有着自己的要求，個性方面較為保守一些，待人處事方面也比較的真誠，天生的熱心腸，樂於助人，對待感情方面比較被動，總喜歡讓異性來主動的關心和體貼自己，總喜歡那種被另一半主導的感覺。3. 從腳底來看。1. 腳底寬厚。在相學中，若是一個人的腳底長得明顯的寬厚，能夠立得住腳，則一般情況下，這樣的人社會地位比較高，個人的能力也會非常的強，有能力有擔當，在事業上也必定會得到一番極高的成就。所以他們這樣的人幹啥事都是自己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人，日後也一定會得到更好的發展，能力運勢自然不會太差。2. 腳底榮歸。在相學當中，若是一個人的腳底的凹陷比較明顯，能夠握得下一隻烏龜，則這樣的人天生喜貴，命中有大富，而且凹陷越是明顯，則福氣也就會越是深厚，所以他們天生就是聚財之相，財力也會比較厚實，屬於越老越值錢，日後也能夠福澤自己的子子輩輩，至少3代人不用為金錢發愁擔心，生活也會越過越好，福氣深厚，財力也會比較深厚。3. 足如平板。在腳相中，腳掌部位也稱為明堂，對人的運勢影響比較大，此處易凹不易平。如果腳心部位內陷明顯的話，代表着群山環繞，腳心存水，能存財納福。若是腳掌長得非常平的話，在相學中也稱平板腳。這種腳相的人大多心態過於樂觀，喜歡幻想，做事不夠踏實，事業上難有起色，財運較差，生活比較困窘。4. 足下無紋理。這裡說的腳下紋理主要指的是腳心的紋理，如果一個人腳心處平滑無紋的話，是非常不吉利的。這種腳相也稱為棺材板腳相，屬於下之相，代表着根基不穩，容易招惹小人，身邊的是非不斷，遭到小人的陷害，導致地位和名譽受損，給自己造成非常壞的負面影響，從而對事業造成阻礙，財運也會受到損失和影響。5. 人字腳紋。腳底板的二腳趾與指弓之間的落位處，如果長有人字紋的話，是難得的大富大貴腳相。不過這種腳紋是非常罕見的，不過沾有此紋的話，屬於難得的超級富豪腳相，命中還有大富貴，掙錢能力非常強，善於理財，能夠積累豐厚的財富。7. 腳下旋紋。所謂的腳下旋紋，主要是指腳心部位出現漩渦形的水波紋。這種人大多性格開朗，口才非常好，有着很好的溝通和交際能力，善於結交朋友，也特別喜歡表現自己，能夠積攢下豐厚的人脈，而且這種非常注重自己的名聲，在為人處事方面非常的講究原則，總是希望向外表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，在事業方面容易取得不錯的成就，從而危机帶来很大的財富和名望。4. 從其他方面來看。1. 腳毛密長。腳趾毛須亮長的人，大多數運氣順暢，有貴人提拔，通過自己的努力和朋友的幫助，會在事業上取得一番成績。假如腳毛細而長且多的，則該人士在財運上很隨意，唯有福氣之人。反之，假如腳毛太多雜亂，毛粗短而硬，則往往該人士一生坎坷，失敗較多，
在財運上也往往容易有破財的危險，難免成為勞碌貧困的人。2. 腳有紅痣，在相學中，紅色的痣一般也稱為朱砂痣，而如果腳底長有紅痣的話，屬吉痣，為旺人旺財之痣，事業發展順利，而且還能給身邊的人帶來好運，不僅自己能發達，還能帶動身邊的人共同富裕。這種人大多運氣較好，事業發展順暢，做事穩重，一步一個腳印，不喜歡貪功冒進，富貴長久。3. 腳下有黑子，所謂腳下有黑子，指的是腳底有黑痣。正所謂足下有痣，富貴一世。腳底有痣，以黑大亮為佳，是一種財富的象徵。這種人一個做事穩妥，懂得滿足。這種人大多財力豐富，生活富足，能夠成為周圍人都非常羨慕的那種大金主。4. 腳下有根，所謂腳下有根，指的是腳跟厚大，比較明顯，與腳心位置有着明顯的區分。腳部代表着人的根基和行事作風，這種人大多根基穩健，家庭殷實，貴人運非常旺盛，容易得到家人或朋友的幫助，財運上升明顯，並且這種人家運很旺，子孫運非常好，子女也比較有出息，家運一直處於一個上升狀態，家庭安定富裕，區區腳相居然大有乾坤在，奧妙無窮。當您在沐浴洗腳的時候，不妨仔細瞧瞧您的腳相如何，可能會受用不盡，收效無窮嘞。人體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，都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，人們依靠雙腳去丈量世界的廣袤，走遍世間的壯闊河山，所以腳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大家都知道有面相、手相、指相等傳統相術，其實在傳統相學中還有一套相腳的說法，就是通過分析足的形狀、特徵來預測判断人的命運運勢。那麼怎麼通過腳相看命運呢？下面跟大佬一起來看看吧。1. 5個腳趾長短看命運。1. 大腳趾最長，大腳趾的長度比其他4根腳趾長，大腳趾到小腳趾依次变短，這種腳型是很普遍的，因為大腳趾最長最大，在行走的時候幫助腳掌承受人體的重量，平衡重心，運動時更符合力學規律。有這種腳型的人大多踏實穩重，腳踏實地，做事有規整，堅毅有耐心，擁有絕佳財運，能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家業，可以積累豐厚的家財，衣食無憂。2. 第2根腳趾最長，二腳趾比大腳趾長的腳型被稱為希臘腳。有這種腳型的人一般個性要強，運帶福祿，多數能擁有出色的事業和理想的生活。男性事業會比較重，不喜歡安逸，而是偏好從事有挑戰性的工作，具有不服輸和拼搏精神。在職場中一般是比較有領導力的人，會有很不錯的事業成就。女性的话也是個性鮮明要強，聰明靈活，機敏，有自己一套處事原則，也可以說比較獨立獨特，有個性，通常有很好的異性緣。3. 第3根腳趾最長，五指之中第3根腳趾最長的腳相十分罕見，擁有這種腳相的人也注定是擁有不平凡的運勢。有這種腳相的人生性性格要強，不甘於平凡的生活，往往敢於做吃螃蟹的第一人，能先人一步占據財富先機，富有謀略和勇氣，在財富往往能夠得到豐碩的成果。若是從商，一般能積累下豐厚的財富，富甲一方；若是為官，也能仕途順利，左右逢源，官運亨通，取下不凡的成就。4. 拇指、2指和3指一樣長。如果腳趾的拇指、2指和3指都一樣長，這樣的人心思縝密，爭強好勝，做任何事情都追求完美，認真踏實，非常負責任，所以一輩子勞心勞神，為生活奔波不斷，享福很少，沒有什麼大的成就。5. 拇指最長，其他腳趾一樣長。如果拇指長度最長，其他腳趾一樣長，那麼此人個性敏感，喜歡抱怨，是典型的操心命。雖然他們生活環境不錯，但是容易勞神，一輩子瑣事不斷，凡事都需要自己親力親為，很少有清閒的時候。即使擁有錢財，他們也不會去享受。6. 五指均勻，5個腳趾長度均勻的腳趾又稱為羅馬腳，
其個人的運勢是五指、腳趾的長短而定。五指較長的男性會比較敦厚務實，財富比較順利，在事業上屬於腳踏實地的類型，喜歡過安穩的生活。女性的話，個性樂觀大方，人緣很好，但一些事情上思想比較傳統。五指較短則個性較保守，男性雖然踏實能幹，但缺乏野心，一生的財路富貴要靠努力維持。女生性格比較保守，大多能勤儉持家，在擇偶上注重內在品行，是傳統的賢妻良母。2. 有福氣的腳趾。1. 腳趾圓潤，腳趾頭生得圓潤飽滿，腳趾甲滑溜成圓形，這種人命很好，衣祿充足，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型的人。尤其是女性身有這種足相，是十足的少奶奶命，手上不缺錢，又有傭人使喚，可謂是十指不沾陽春水，一生受寵又享福。2. 腳心紋多，紋理代表着一個人的品性優良，有福有作為，智慧的高低。腳底的紋路越多，其人命越好，越有福氣。尤其是出現一些特殊的紋理，如腳底有3條縱而伸長的紋，稱為三側紋。有此相的人既有福氣，又有食祿，一輩子衣食無憂。再就是狀如麥穗的紋理，也主人可食祿萬中，福分很大。3. 腳底有痣，足下有黑痣，在相學中是財富和美食的象徵，寓意着個人不僅財力豐富，更是位有口福的美食家，生活上安逸富足，是大家眼中的大財主。腳底生有朱砂痣，即紅色的痣是旺人之象，屬自己一生富貴之外，連其身邊的人都跟着發達。4. 腳跟大而明顯，腳跟深的大而明顯，被稱為腳下成根，這也是好命的象徵。不但自身的財運旺盛，周圍的親朋好友也都是有錢人，所以做事很容易得到眾人的支援和幫助，能夠輕鬆賺到錢財，家庭生活也是幸福安康。5. 腳背豐厚有肉，腳背生的豐厚有肉，不露筋不見骨，是能享福貴之人。這類人在工作中經常會有好運臨身，遇到困難時也會有貴人及時相助，因此工作比較順心，生活方面更是衣食無憂，財運旺盛。在古代，那些生長在富貴之家的公子哥和千金小姐們大多具此相格。6. 腳弓明顯，腳弓明顯，腳心深凹的人是富貴的腳相，不僅家庭背景實力雄厚，財運旺盛，個人也是有福之人，做事情很少遇到麻煩和阻力，只要確定目標，稍加努力便可實現，運氣好的讓人羨慕和嫉妒。7. 腳白嫩，說到好看的腳，很多人都會第一時間在腦海中排出一個白嫩的腳的相貌。雖然腳白嫩的人其實一般都不適合幹活，但是這證明了其屬於享福命。所以如果一個人的腳足夠白嫩，就說明其人一般都不幹重活，是生來就是享福的，是一條富貴命。8. 腳趾細，一個人的腳趾如果很粗，那就代表此人屬於勞碌命，其人一輩子都是在勞碌中度過。而如果一個人的腳趾很細，而且緊密地並列着，中間沒有疏漏，那麼就代表此人是有福氣的，其腳很容易可以聚財，而且其人不需要幹太多體力活动，是富貴命。9. 小腳趾不分叉，一般來說，很多人看自己小腳趾的腳甲，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小腳趾的腳甲是有一点點分叉的。如果一個人的小腳趾腳甲分叉嚴重，則代表的是驢交，是勞碌命。而如果一個人的小腳趾分叉很小，甚至沒有分叉，那麼就代表此人是屬於比較富貴的命。10. 腳心凹陷，腳心凹陷相當於掌心存水，有這種腳相的人一生富貴，他們能力出众，為人機智，智商極高，所以無論從事哪個行業，都能在這個行業站穩腳跟，成為這個行業的領頭羊，因此這輩子注定了是財富不缺命，人生大富大貴。11. 短腳，腳短小精悍的人一般性格溫和，待人熱情，乖巧可愛，善良懂事，受人愛戴，一生運勢旺，有貴人相助，在大家的幫助和指導下，事業能一帆風順，突飛猛進，取得更大的成就，收入猛增，財源廣進，而且也很善於投資理財，能以小博大，
是財富翻番，一生富貴。13，足有歸文。足有歸文的人是君子之相，這類人性格剛毅，做事認真負責，工作非常努力，他們的一生多靠自己的奮鬥成就輝煌，被稱為足底可貴，富貴不能吹。足底文理常，常為王的人也是有富貴相的人。14，腳板厚實。腳板厚實，腳跟有明顯的凸起，這樣的人命運正，坐直，腳底穩當，代表人生運勢穩當，無論做什麼職業都能順風順水，升官發財。不但財運好，官運也特別好，為人做事穩當，能夠造驚人成就，不是身居高位就是富甲一方。15，腳背厚實。腳背生得豐厚有肉，不露筋不見骨，是能享富貴之人。這類人在工作中經常會有好運臨身，遇到困難時也會有貴人及時相助，因此工作比較順心，生活方面更是衣食無憂，財運旺盛。在古代，那些生長在富貴之家的公子哥和千金小姐們大多具此相格。常言道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。腳是我們日常行走最基本的工具。在我們的豐富中華文化中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相知，但卻很少有人知道，從腳的形狀也可以看出人生的運勢。因為陽氣由腳生，人的福氣都在腳底，所以說有一雙好腳能幫你在成功的路上事半功倍。好了，行萬里路，健康有力的双腳可以走遍天下。大多数都只知道面相、手相，智可以判断運勢吉凶，對於雙腳卻沒有多少概念。其實通過腳相也能夠分析一個人的命運。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。1，從腳趾看命運。1，大腳趾最長。大腳趾的長度比其他4根脚趾長，大腳趾到小腳趾依次变短，这种脚型是很普遍的，因為大腳趾最長最大，在行走的時候能夠幫助腳掌承受人體的重量，平衡重心，運動時更符合力學的規律。這種腳型的人大多數踏實穩重，腳踏實地，做事有規劃，堅毅有耐心，擁有絕佳的財運，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打拼家業，可以積累豐厚的家財，衣食無憂。2，第二根腳趾最長。二腳趾比大腳趾長的腳型被稱為希臘腳。有這種腳型的人一般個性要強，命帶福祿，多數能夠擁有出色的事業和理想的生活。男性的事業心比較重，不喜歡安逸，而是偏好於從事有挑戰性的工作，具有不服輸和拼搏的精神。在職場中一般是比較有領導力的人，會有很不錯的事業成就。女性的話也是個性格鮮明要強，聰明靈活，精明，有自己的一套處事原則，也可以說比較的特立獨行，有個性，通常有很好的異性缘。3，第三根腳趾最長。五指之中，第三根腳趾最長的腳相十分的罕見，擁有這種腳相的人也注定是擁有不平凡的運勢。這種腳相的人天生性格要強，不甘於平凡的生活，往往敢於做吃螃蟹的第一人，能先人一步佔據財富先機，富有謀略和勇氣，在財富往往能夠擁有豐碩的成果。若是從商，一般能夠積累下豐厚的財富，富甲一方；若是為官，也能夠仕途順利，左右逢源，官運亨通，取得不凡的成就。4，拇指、二指和三指一樣長。如果腳趾的拇指、二指和三指都一樣長，這樣的人心思縝密，爭強好勝，做任何事都追求完美，認真踏實，非常負責任，所以一輩子勞心勞神，為生活奔波不斷，享福很少，沒有什麼大的成就。5，拇指最長，其他的腳趾一樣長。如果拇指長度最長，其他的腳趾一樣長，那麼此人的個性敏感，喜歡抱怨，最典型的操心命。雖然他的生活環境不錯，但是容易勞神，一輩子瑣事不斷，凡事都需要自己親力親為，很少有清閒的時候。即使擁有錢財，他們也不會去享受。6，五指均勻。5個腳趾長度均勻的腳型又稱為羅馬腳，其個人的運勢是五指腳趾的長短而定。五指較長的男性會比較的敦厚務實，財運比較順利，在事業上屬於腳踏實地的類型，喜歡過安穩的生活。女性的話，個性樂觀大方，人緣很好，但一些事情上思想比較傳統。五指較短則性格保守，男性雖然是踏實能幹，但缺乏野心，一生的
財路富貴要努力維持。女性性格比較保守，大多能夠勤儉持家，在擇偶上注重內在品行，是傳統的賢妻良母。腳底紋路看命運。一、腳心紋多。腳趾紋算命怎麼算呢？紋理代表着一個人的品行優良，有福有作為，智慧的高低。腳底的紋路越多，其人命理越好，越有福氣。尤其是出現一些特殊的紋理，如腳底有3條縱而伸長的紋，稱為三側紋。有此象的人既有福氣又有食禄，一輩子衣食無憂。再就是狀如麥穗的紋理，也代表其可以食禄萬種，福分很大。2、腳下有旋紋。腳趾紋算命怎麼算呢？旋指紋是指腳心紋路呈現漩渦形或者是水波形，有旋轉的趨勢。假如腳心有旋紋，其人在名利場上往往容易取得較大的成就，如從事演藝等面向公众的公众事業，財富依靠名氣而穩步上升，是求名求利的富貴之人。假如腳底下有紋，如同大樹或者是花草狀，也屬於積財無數的富人。3、腳紋是豎的。腳趾紋算命是怎麼算呢？人的腳紋倘若一天到晚奔波勞碌，他的腳紋一定是橫的，不會是豎的，因為豎的紋路代表賺的錢很輕易就會到來。倘若是在豎的紋路上出現了痣，那命會更好。4、腳底無腳紋。腳趾算命怎麼算呢？腳掌短而硬，厚而彎，腳底無腳紋的人運勢通常都不怎麼樣。腳掌小而厚，長而軟，腳紋多，腳面長有毛，這些都是富貴的象徵。腳小而厚是指腳掌雖然小，但是雙腳飽滿厚實。有這種雙腳的朋友，尤其是女士朋友，是相學中所說的貴人腳。在工作和生活中，往往機遇和貴人常常出現在大家身邊，因此工作比較順心，即使有困阻也會迎刃而解。生活方面更是衣食无憂，財運旺盛。5、腳底十字紋。足底十字紋多，都如一個個十字的話，就和腦力有關。所以有十字紋的人大多能夠從事這些比較複雜精細的計算性的工作，有關於專業的財務範疇，包括市場營銷、籌劃，擅長動腦筋去剖析數據，包括計算機編程等等。十字紋加上合適的行業，大多讓你的人生會獲得較高的成就。十字紋也是善紋，只要你要找對方向。6、腳底關紋。所謂的關紋，就是我們把足底比喻為烏龜，我們看這個足底有沒有龜殼上的紋路，就是井字格，上下左右間距比較平均，相似於井字，這種稱為貴紋。當然腳底下也是貴紋。普通所謂的關紋，就是能執掌管理之權。大多數這類的人的性格比較的比你儒雅，待人接物比你得體，知進退，能發揮本人的一些管理程度才能獲得位置。7、腳底義紋。所謂的義紋，能夠了解為人的字紋。當人字紋呈現在腳底，有2個特徵。第一個特徵，合適背井離鄉去發展，要留意抓住外援的時機，小到背井離鄉去外省興旺的城市，大到去國外留學，以至於國外定居。那麼對人生都是有比你大的一些協助利益。第二點，假如足底有義紋的話，比你合適武職，出履歷活，也能夠是高科技的軍工行業。3、腳型看命運。1、希臘腳。希臘腳的主要特徵是第2個腳趾比大腳趾更長，這類人性格開朗，精力充沛，而且富有上進心。他們屬於那類果斷勇敢的人，遇事成熟冷靜，有頑強的意志力，只要認定了目標就會選擇全力以赴。再加上他們的先天運勢不錯，經過後期的努力往往能夠取得成功。2、埃及腳。埃及腳屬於比較常見的腳型，其特徵是腳趾頭從大拇指一直到小腳趾的長度依次递減，形成一種排列有序的規律。此類人性格十分的豪爽，心胸比較開闊，人缘不錯，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在事業上都可以混得風生水起。埃及腳的人還擅長把握時機，總是能夠抓住機遇，洞察力非常強。3、羅馬腳。羅馬腳也是较為常見的，这種腳型的表現為腳趾頭的長度很接近。羅馬腳的人志向遠大，獨具慧眼，而且頭腦十分靈活，他們從來不會按部就班，總是有自己的想法。這類人吃苦能力也很強，
願意在事業上付出，在經歷了不懈的奮鬥之後，他們終將會在事業上成就一番作為。4. 白玉角。白玉角顧名思義，其主要的特徵就是皮膚十分的白皙細嫩，同時脚板很厚實。这類人從小就出生在富貴的家庭，自幼生活就十分富足，長大後也不缺少錢財。他們的性格非常和善，總是很溫和，待人也很親厚，人緣不錯，遇到困難也是總有人相助。5. 扁平足。扁平足是一種畸形的足，指足弓过於少，或者是一點足弓都沒有。這種人雖然走路之類不方便，腳也不甚美觀，但是他們的一生都不會有什麼大的霉運，但是反過他們的一生也不會有太多的好運，也就是說一生運氣平順，沒有大起大落，也算是富貴命。6. 足弓高。如果足弓高代表足夠，這種人一般都命運好，事事順心如意，人際關係也很好。如果足弓很高，那這種人雖然事業上比較大多數的人都要好，能夠輕易地爬到很高的位置，但是日常生活中因為高姿態，一般都是沒有人願意和其交朋友，所以人際關係並不好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，願您時時心清靜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與您的分享。